全校暗恋的高冷校花，竟然和我这个宅男住在一起，不仅每天给我洗衣做饭，甚至还想和我解锁新姿势。原来就在刚刚，我被母亲安排了一场相亲，然而相亲的对象居然是母亲的闺蜜江雪。就当我在愣神之际，心想着不会老妈真的把自己卖了吧？而江雪阿姨显然是看穿了我的想法，微笑说道：“你紧张什么？又不是阿姨相亲，这次是替我女儿来的。”我听到后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要姐弟恋。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江雪阿姨拿出来一张照片，继续说道：“这是我女儿的照片，小时候你们天天黏在一起，不过也是缘分。你芷倩妹妹和你在同一个大学，以后你们就能相互关照吗？”听到这话瞬间点醒了我，这不由让我联想到了一个人，江芷倩，江大公认的校花。紧接着江雪阿姨顺手拿出一张婚书说道：“你和芷倩小时候写的婚书还在我那收着呢，她现在可是你名正言顺的未婚妻。”阿姨，开玩笑的吧？以前的婚书怎么算数呢？我慌张的说道。不等我继续往下说，江雪阿姨起身就要离开，再有2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阿姨先走了，记得帮我向你妈问声好。顺带一提，今天晚上芷倩会搬过去和你一起住，记得快点回去收拾房间哦。你们怎么知道我公寓？这话让我更加懵逼了，这根本不给我拒绝的余地，当然是慧心给我的呀。你母亲她已经同意了。看着手足无措的我，江雪阿姨自顾自地笑了起来，转身离去。然而我刚回到家，母亲发来一条信息：芷倩妹子到你楼下了，快去接一下她，记住要好好相处，要是敢欺负她，别怪老妈不客气。我百般无奈的下来，正好撞见被雨水淋湿的娇柔少女。看着眼前的少女，我露出略微疑惑的眼神打量着对方。还未等我说话，少女乖巧地从口袋中拿出手机，目光在我与手机上来回对比了几下，眼神细微变化，说道：“我是你的未婚妻江芷倩。”感受到她语气透露出的含义，我主动拿过她的行李箱，边走边说：“先上去吧，这鬼天气也真是的，要是感冒了就得不偿失了。”江芷倩跟在身后询问道：“要脱鞋吗？”我摆了摆手：“不用，你直接进来就行。”细微的声音让我感到冷淡陌生，在门口犹豫再三才进了房内。或许是刚刚淋雨造成的，江芷倩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我倒了一杯热水放到她的面前，就听到江芷倩缓缓开口：“谢谢。关于婚书的事，我其实刚刚已经将婚书看过一遍了。”帅气的脸蛋上也露出了些许的羞红，纸上的字迹虽然很稚嫩，但是姑且可以看出写的是我长大以后要娶江芷倩，守护她一辈子。江芷倩还要给我生很多小宝宝。然后我清了清嗓子，故作淡定的说道：“首先我觉得我们的未来不应该被一份儿时的婚书束缚，而且让你立刻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生孩子，你也不愿意吧？”看到我态度很是强硬，似乎超出了他的预料，江芷倩却似乎只注意到了生孩子3个字，脸色刷的红遍了整张脸。不过这真的是秦凡同学你的真实想法吗？我淡淡的说道。是的，我想江芷倩同学的想法应该也和我一样吧。秦凡同学的想法倒是与我达成一致了呢。不过这份婚书就这么推掉的话，我会很困扰的。江芷倩说出了自己的无奈，母亲她一定不允许我这样做的。忽然江芷倩说话的声音高冷的如同女王的气场也随着言语展露了出来。秦凡，眼下我有一个提议，不知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看着江芷倩不容置疑的眼神说道。什么？江芷倩开口道。我们在家人面前扮演好假情侣的关系，但是现实互不干涉对方的生活，你觉得怎么样？我听到后没有拒绝，这样母亲就不会催婚了，自己也就不用花时间应付所谓的相亲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我贴心的把她的行李放到了空房间，离开之前提醒她，浴室里有浴缸，淋过雨的话泡个澡会很舒服的。我的细心让江芷倩心中涌上一丝淡淡的暖意，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不像那些有意在自己面前表现的男孩子。而我的夜生活没有被今天发生的事情打乱。就当我准备拿水杯出门接水时，看见一道黑影快速的从江芷倩的房间冲出，然后落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到隔壁房间的大门是敞开的，黑乎乎房间内看不见任何人的身影，而刚刚被我误以为的大黑耗子居然是江芷倩。此时的她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蹲在沙发上。我喝了口水问道：“是房间里睡得不习惯吗？”江芷倩摇了摇头，仰起头委屈巴巴地望着自己。灯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因为灯坏了怕黑，所以才抱着被子在沙发上睡。你怕黑？江芷倩没有说话，低着头犹如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显然是默认了。快将柜台翻遍了的我都没有找出一个灯来。我挠了挠头，语气有些歉意道：“眼下只能去买一个新灯泡了，你先在这待着吧，我现在去楼下便利店买一个。”看着即将消失在电梯口的我，江芷倩鼓起勇气喊道：“我和你一起去吧。”雨在之前就已经停了，我们2人都没有说话，就这么一路走到了便利店。陈阿姨，你这有没有灯泡啊？你要的是哪种款式？陈阿姨转头看向我和江芷倩，笑眯眯说道：“小晴啊，这位小美女是你女朋友吗？”听到女朋友3个字，顿时让江芷倩慌乱起来。我看到此情景，赶忙插嘴道：“陈阿姨，你别吓到人家了，她是我远房亲戚，最近家里有事便搬到我这住几天。”陈阿姨乐呵呵的笑着，原来是亲戚啊，这么漂亮，我还以为是你女朋友呢，真是郎才女貌。就当我准备付钱，却被陈阿姨给拒绝了，最后还整2份关东煮给我们当宵夜吃。因为上次给陈阿姨女儿辅导过功课，她说什么都不愿收我这灯泡的钱。走在回去的路上，江芷倩看我的眼神中已经没有第一次见面的那种冷意了。能够被邻居们认可的人，显然不会有什么坏心思吧。几分钟后，我把江芷倩房间的灯泡给换好，江芷倩的表情如同房间的灯光般被瞬间点亮，眼神中已经透露着淡淡的仰慕，而我的目光却被房间中的布局所吸引了。仅仅是几个小时，整个房间变得完全是女孩子喜欢的风格。不过让我最在意的是桌子上的麦克风，貌似跟自己的麦克风是同款。记得当时我还是在声优的岳老板推荐下买的。在我收回目光之时，床上类似吊带衣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还是米白色的。我顿时脸色一红，语气紧张地说道：“搞了这么久
我肚子都饿了，我先回房间了。江芷倩似乎也是察觉到了什么，在我离开后，她赶忙关上房门，冰冷如玉的脸蛋微微泛红，赶忙拿起衣架将床上的贴身衣物挂到柜子里。今天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发生了，感觉到我没有什么恶意，以至于江芷倩打算明天准备犒劳我一番。次日我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是美术生，熬夜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刚打开手机看到时间已经10点半了，慌乱的从床上爬了起来，2秒钟大脑 CPU 启动后响起，今天下午才有课，本来想再眯一会，忽然涌上来的尿意终结了我的想法。与平常不一样的是，我打开房门没有立马出去，毕竟家里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女人，于是换好衣服才出了门。当我看到阳台上银发少女慵懒的坐在躺椅上，江芷倩的穿搭也是让我眼前一亮，白色的衬衫搭配精致的面容，无形中给她增添了几丝美感。江芷倩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缓缓将书放在腿上，清澈的眼睛注视着我。桌子上的早餐可能已经冷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才起床。我收起来舔狗一样的眼神，看向桌子上的包子和豆浆，洗漱完后迅速的消灭掉。期间江芷倩依旧坐在小阳台上一动不动，犹如一尊冰美人。我将下午要上课的书放入背包，在经过沙发时，江芷倩昨晚无助的表情又浮现在脑海中，很惹人怜爱，但也很好笑。我不声不响的转身离开了家。然而就当我走后，江芷倩拿出来手机找到了自己的闺蜜许月月，而且是和我一个班的同班同学。江芷倩和许月月要了一下班上的课程表，想来是报答一下我昨天帮忙的事情，每天多做一份早饭。而江芷倩直到许月月还在沉迷游戏时，不由得一阵恼火。本来傻乎乎的闺蜜，现在迷上游戏更加呆萌了。要是让江芷倩知道是谁教自己闺蜜打游戏的，她一定要剥了她的皮不可。此时的我骑着小电驴，无形中打了一个喷嚏，还以为自己昨天不小心淋雨感冒了，并没有太多的在意。当我走进教室中，许月月兴高采烈地冲着我喊道：“师傅，上次你给我推荐的只狼我通关了。”我有些不可思议地盯着对方的黑眼圈，这才几天你就通关了？想到自己还一直卡在最后的 BOSS 剑圣芦苇一心那里，不由得感叹当时真不应该带他玩游戏，完完全全是培养出来了一个网瘾少女。许月月一脸真诚地看着我：“师傅，还有什么好玩的游戏推荐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看着许月月可爱的娃娃脸，加上眼眶的黑眼圈，简直都快成了国宝了。这小妮子不但游戏天赋惊人，而且还这么能干，连我都有点自愧不如了。许月月鼓着小嘴吐槽道：“既然我都说国宝了，还不把好东西拿出来照顾国宝？”我无奈地挠了挠头，之所以教你玩游戏是为了丰富你的生活，现在你都影响正常作息了，你再这样我以后不会再推荐游戏了。许月月委屈巴巴地望向我：“师傅，你不会要把我逐出师门吧？”“不要啊！”此时教室中的目光都被许月月的声音吸引过来，有些惊讶地望着我们，感觉是我在欺负许月月一样。我故作神情严肃：“既然你都叫我师傅，那么你就要听我的话，罚你3天不准玩游戏。现在给我听课反思。”说起来我这还真有一个好游戏，能够在城市中惩奸除恶的那种。许月月听到后眼冒金星，为了我说的好游戏，隐痛割爱的把电脑关上，那上身的庞然大物重重的躺在桌子上，一副壮观景象。但这画面坚持不到5分钟，许月月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瞧一瞧那嘴角流出的口水，定是梦到了什么好吃的。若不是下节课换教室，我都不忍心把她叫醒。熬过了今天最后课程，我收拾好东西，骑着心爱的小摩托，不知不觉地想到自己所谓的未婚妻在干嘛。而另一边，站在出租屋门口的江芷倩一脸绝望，本来想着去超市买菜回来做饭，结果东西买好回来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钥匙。江芷倩想着避免尴尬，准备下楼和我装作偶遇。这时我从电梯中走了出来，看到站在门口的江芷倩，表情就跟要吃了我一样。好巧啊，你也刚刚回来，买了点东西。江芷倩低着头尴尬地说道。看着江芷倩提着袋子以及冰冷的表情，我居然连最重要的钥匙都没给她，根本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被打，赶忙将房门打开。几分钟后，江芷倩穿着粉色围裙走了出来，表情温和地说道：“秦凡，我能借用一下你的厨房吗？”我愣了愣，微笑说道：“随便用，需不需要我帮忙？”下意识地往厨房走去。此时江芷倩很是强硬地堵在厨房门口，看着我的眼神强大又严肃：“不用，这一切让我自己来就好了。”我显然被她冰冷的语气给震慑住了，随即愣愣地点了点头。我坐在客厅看着江芷倩忙碌的身影，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兴奋感。不一会，江芷倩把美食就端上餐桌，我看着刚出锅的水煮肉片，甚至都没来得及吹一下便往嘴巴里送了，随后脸上露出了无比幸福的表情。江芷倩没有动筷子，全程注意着我脸上的表情。我看着对方渴望的眼神，太好吃了。在我赞美的声音响起后，少女悬着的心这才松了下来，心中被莫名的喜悦给填满了。江芷倩柔柔一笑：“那就拜托你把它们全部吃掉了，我胃口小，吃不了多少。”我发现冰山又融化了。说真的，她温柔的样子很能激发男孩子的保护欲。吃完饭后，我们两人很有默契的分工合作，江芷倩负责擦桌子收拾厨房，我则是包揽了收拾碗盘以及洗碗的工作。我在厨房刷碗的同时还在夸赞道：“你做的可真好吃，要是我能有你一半的厨艺，那我以后就可以不用点外卖了。”又是外卖，江芷倩用责备的语气说着，手上的抹布被她握紧，似乎是做了很大的决心，说道：“那以后就不要吃外卖了。”我看着她清冷的面容，开玩笑说道：“那我吃啥？总不能你每天给我做饭吃吧？”江芷倩眼神认真的看着我：“那也不是不行，做2个人的饭更加方便。不过我不是免费给你做饭的，就用做饭来抵扣房租，你觉得怎么样？”这忽如其来的幸福感让我有点不太适应，但还是认真的说道：“你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是没有异议的。”江芷倩微微一笑：“那就这么决定了。”收拾好餐具后，我从房间里拿出只狼的游戏盘，将游戏盘插入客厅电视，直接启动游戏。前段时间还发誓在玩游戏就剁手，而今天拿出来完全是因为受到许月月的刺激，人家38小时就通关了，我这都卡在 BOSS 这里60多小时了。剑圣芦苇一心也又来了。然而刚洗完澡的江芷倩从卫生间探出了一个头，看到这一幕，我坐在沙发的客厅顿时一动都不敢动。这么认真的玩游戏，应该不会注意到我从旁边经过吧？江芷倩自言自语着，最
最终还是鼓起勇气从卫生间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看到江芷倩离开视线后，我僵硬的身体这才放松下来，大口呼吸。裹着浴袍的江芷倩对我冲击实在太大了，虽然手在玩游戏，但是余光还是将江芷倩曲线完美的身材尽收眼底。不一会，江芷倩从房间里出来，脸色微红地坐在沙发上，剑圣一心看着屏幕上 boss 的名字，江芷倩忍不住说出了声。终于又经过10分钟的奋斗，我放弃了，将手柄无力地放在桌上，准备打开网站看一下攻略。这不由挑起了江芷倩的好奇心，她细微的声音有些恳求的意思，要不给我试试？听到此话，我不由得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还未等我开口，江芷倩如樱桃般的小嘴微微说道：“你都吃了我做的菜了，玩一下你的游戏，不过分吧？”这强势的语气以及那幽怨的小眼神，我感到了一丝丝害怕。她完全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急忙地把手柄递了过去，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不觉得你会玩。”手柄拿去。江芷倩接过手柄，面对我对她的怀疑，顿时激起了自己的好胜心。你是在怀疑我的专业性吗？看着江芷倩给自己舒展了一下身体，再加上刚才自信的发言，我甚至都以为她真的是游戏高手。我下意识屏住呼吸，紧紧盯住电视上的游戏画面，就连气氛也开始变得诡异了起来。那个为什么不能移动啊？江芷倩忽然发出了灵魂问候，让我顿时愣住，赶忙朝着她看去。我刚刚还可以用来着。江芷倩拿着手柄的左手在我面前晃了几下，移动的方向键是摇杆，就是上面那个摇杆。这一刻我开始怀疑她的专业性了。再次看向江芷倩时，她那一闪一闪的大眼睛中透露着天真与懵懂。真的可以动了？以前玩超级玛丽就是十字键控制来着，根本没有这种摇杆的。看着电视上的人物动了起来，江芷倩笑得很开心。我大舒一口气，脸上洋溢着笑容。明明连手柄键位都不熟悉的萌新，居然说出那么嚣张的话。由于角色一直在对强整的江芷倩都有些急了，水嫩光滑的脸蛋上都忍不住染上了一丝娇红。看着少女蠢萌般的举动，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因为端坐的姿势保持太久，以至于江芷倩有些累了，这才不舍得将手柄放下。她的目光不由转向了身旁，发现原本坐在旁边的我已经不见身影了。当她准备起身的时候，却从侧边听到了我的嗓音：“不要动，就快好了。”闻声的江芷倩如同受惊的小鹿般僵住不敢动弹，余光在靠近餐桌的方向看见了我以及画板。她是在画我吗？什么时候过去的？在看到画板后，江芷倩心中莫名的紧张了起来。可尽管知道我多半是在画她，羞耻心都涌上来了。江芷倩很想跑回房间，但还是压抑住了这个冲动。你是在画我吗？江芷倩的声音有些胆怯。我一边处理着画上的细节，一边回应着江芷倩的话。因为你玩游戏的画面实在太美，我没忍住就动笔了。身为一名合格的美术生，我必须时刻把握生活中的美丽，于是便偷偷回房间拿来了画板。江芷倩脸蛋微红，小声说道：“好了吗？我脖子有些酸了。”完成。我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素描纸画上自己的标签，随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因为自己擅自做主张的原因，我主动将画板拿到江芷倩面前。少女看着素描纸上的自己愣住了。我见江芷倩盯着画板迟迟不说话，脸上也看不出是高兴还是生气，以至于我有些害怕了。小心翼翼道：“因为刚刚的画面太适合用画记录下来，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要是你觉得不行，那我把画撕掉吧。”不，这是你好不容易画出来的，撕掉做什么？江芷倩这才回过神来，她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视角来看自己。你觉得怎么样？江芷倩同学真的很漂亮，我已经毫无保留的去画了。我还是很期待当事人给自己的评价的。江芷倩脸蛋有些发红，第一次被男生当面夸，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给她画了幅画，我很喜欢，画得很好哦，太好了！当事人的认可比什么都顶用，我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越发明亮了起来。我能留下这幅画吗？多少钱？我会付钱的。江芷倩的声音出奇的伴有娇羞的感觉，而且声音又软又柔，这让我有些犯难。可爱，太可爱了，我甚至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怎么感觉画风都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我本来就打算送给你的，本来还怕你会嫌弃来着，怎么会？江芷倩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嘀咕着。不过先得加上一个相框包装一下。说着，我领着江芷倩来到了之前一直都没有打开的房间。这间房间便是我的工作室兼书房。江芷倩在搬进来住后，除了我的主卧没有参观过之外，就是这个房间没有进去过来。房间的里的构造非常简约，在相对的两面墙前竖立着2个巨大的书架，其中一个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与奖牌，你随意参观吧。说完，我背过身寻找着合适的相框。江芷倩目光审视着房间中的一切，好奇心爆棚的她率先在摆放奖牌的书架前停了下来。江芷倩伸出素手，小心的将奖牌拿起，目光略显好奇的打量着这块奖牌。就当看到我也是 UP 主时，瞬间注意到了粉丝牌上山耀君3个大字，如宝石般明亮的瞳孔猛然睁大，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涌上心头。江芷倩怎么都想不到，我就是和她在网上合作半年之久的 UP 主，最主要她还是自己那所谓的婚约对象，并且现在自己还莫名其妙的住到了她家。江芷倩实在不敢想，虽然之前有网上了解过双方是同一个学校的，但这也太科幻了吧。江芷倩不由将目光投向了我的背影，眼神中不由挂上了某种滤镜。在与我网上交谈的这半年里，我们2人一直都是用 QQ 发信息交谈的，虽然没有语音交流的往来，但能够从这些言语中感觉到山耀君性格很温柔，甚至江芷倩还有想过对面的山耀君会不会是女生。就在此时，我开口说道：“好了，就这个画框刚刚好。”将江芷倩的素描画装入画框后，我转身的瞬间便注意到了江芷倩手上的10万粉丝牌，原本脸上还挂着笑容的表情瞬间僵住了，我心中不由颤抖了一下，完了，要社死了！山耀君是你？江芷倩拿着粉丝牌询问道，脸上还挂着略显惊讶的笑容。
露。我有些心虚，点了点头，内心如江水般滚滚翻腾。这么久以来，我将自己隐藏得很好，从来没有让身边任何一个人知道我是 UP 主的身份。这下被江芷倩看见10万粉丝牌，如同被她撞见我的秘密一般，有种社死的感觉。你刷过我的视频吗？我礼貌一笑，掩饰着脸上的尴尬，若无其事走到江芷倩面前。江芷倩将粉丝牌放回书架，粉唇微微张开，刚想兴奋地告诉我自己就是月上寒霜，但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于是酝酿2秒后笑道：有刷到过关于你的动漫书，很有意思呢。我脸上的表情很有趣，江芷倩当然看出了我脸上的尴尬与羞耻，因此更加确定自己没解释身份是正确的选择了。这种羞耻心爆棚的事情还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紧接着江芷倩微笑说道：这个视频的画风我很喜欢，而且角色的配音也很出色，我想确认一下，角色的配音总不可能也是你自己配的吧？我直勾勾地看着江芷倩，然后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负责配音是我认识的另一个 UP 主，总之是一个很厉害的 CV， 要是没有他的配音，我的作品根本不完整。这般真诚的表达整得江芷倩有些不好意思了，嘴角忍不住上扬的同时，脸蛋也越来越烫了。房间里的江芷倩抱着自己的素描画看了好久，心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平静了下来，抱着画框回到房间比划了好几个位置，最终将画摆在了床头柜上，紧接着趴在床上将脸埋在枕头里嘀咕着：为什么世界就这么小呢？脑海中一直在回想着刚刚我说的那番话，如果没有月下寒霜的帮助，恐怕我还是那个没有人关注的小 UP 主，所以真的很感谢他呢。笨蛋，明明是我要感谢你才对啊。江芷倩拍了拍微微发热的脸蛋，心中有些莫名的小喜悦，但又觉得有些羞耻。真想不到救赎自己的人原来就是儿时的婚约对象，这让江芷倩的内心很是纠结。江芷倩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去年奶奶的离世给江芷倩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父母因为忙着工作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她，以至于江芷倩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她唯一与外界联系的东西就只有小小的手机屏幕了。她本以为自己的生活要继续黑暗下去，直到无意间看到了我的视频，一直到这个系列做到第5期的时候，我忽然就断更了。江芷倩也是在这个时候给我发起了私信，询问了我的情况，得知我需要人配音的时候，她果断答应了。而如今曾经帮助过她的人就和自己住在同一屋檐下，这让江芷倩更加不知道怎么和我相处。本来的打算是2人互不来往，但现在江芷倩改变想法了，她想要了解我，和我成为朋友。毕竟如果不是我，她自己的世界可能会一直黑暗下去。此时我并不知道江芷倩心中的想法。随着洗脑的闹钟声在我耳边响起，我万般不情愿地从被窝爬了起来。白天不想起，晚上不想睡，这也许是每个大学生的现状吧。看到隔壁江芷倩的房间是关着门，我也没有在客厅的小阳台上看见她的身影，心中不乏泛起了一丝丝的失落。本来心里还挺期待江芷倩今天的穿搭来着，本以为今天早上见不到江芷倩了，结果她却从门口回来了，甚至身上的穿搭让我迟疑了好几秒。今天的江芷倩依旧扎着单马尾，不过她身上却穿着运动系的瑜伽服，将江芷倩的身材曲线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江芷倩用肩膀上的毛巾轻轻擦拭着脸上的汗水，说话的语气温柔且急促：你醒了，我刚刚晨跑去了，顺手给你带来早餐，谢谢。你还会晨跑啊？换成我可起不来。我接过早餐，一边品尝的同时调侃道：对了，我们加个微信吧。江芷倩忽然提议道，因为是第一次问男孩子要联系方式，心中还是有些紧张的，原本微微泛红的脸蛋更加红润了。还未等我给予回复，江芷倩又立刻补充道，声音又快又急，生怕自己说慢了，就是方便联系而已，毕竟先前答应用做菜来抵扣房租的，万一哪天因为有事不能及时做菜，能事先说清楚吗？好啊，确实有微信的话方便些，免得又和昨天一样没有钥匙在门口罚站。我点了点头，然后打开了自己的个人名片。我罚站还不是因为你没给我钥匙。在扫过2维码后，江芷倩鼓着嘴抱怨道，你又没问，你问我的话我能不给你钥匙吗？我也嘴贫道，忙同意了江芷倩的好友申请。她 ID 是爱吃冰激凌的猫，头像正好是抱着冰激凌舔的动漫小猫咪，名字和头像都很可爱，我感觉和她高冷的形象完全不符合。我刚刚搬过来哪好意思问啊。江芷倩原本强硬的语气越来弱，到最后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以至于我根本没听清楚她到底说了什么。不过她脸上的表情倒是有趣，即便是鼓着嘴在生气，但也依旧要勉强保持着清冷的态度。你快要迟到了。我靠，都快8点了。我猛然瞥向手机的时间，3、5口将肠粉消灭干净后，赶忙回房间背书包。望着我慌乱的表情，江芷倩捂着嘴不由勾起了笑容。2个小小的梨我很是可爱。我先走了，钥匙给你了呀。今天要是在罚站我可不管。我走得很快，根本不给江芷倩反应的机会。江芷倩的脸蛋都快熟透了，羞耻感爆棚。不过在那之前，江芷倩还有一件事要做，因为有气没地方撒的她，将目光锁定到了我的微信备注上，直到给我的备注名称打上大猪头3个字后，江芷倩这才感觉心里好受了一些。让你嘴贫，让你哪壶不开提哪壶。下午3点整，校园的广播中传遍了江芷倩甜美动人的嗓音。欢迎大家在每周5收听情感故事特辑，我是主播江芷倩。这个时候我也会放下画笔，聆听颇为狗血的情感故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找乐子，这不比网上的故事刺激。随着江芷倩的嗓音进入状态，我也忍不住沉浸到了故事中。紧接着故事越发深入，我脸上的表情僵住了。这期故事的题材居然是男女同居。自听完下午的广播节目后，我的内心有些难以平复。这样的故事很难让我不会联想到自己，毕竟我和江芷倩目前也是在同居啊。假设哪一天江芷倩失恋了，然后需要寻求一个可靠的肩膀，大晚上的一个女孩子还在外面，
出于善意，我还是会去找他的。什么呀？人家江芷倩根本就没有男朋友啊！我连忙将脑海中的奇怪想法打散，而且以江芷倩的高冷态度，配得上她的男生还没出现呢。一天的课程终于结束了，但似乎是掐着点似的，我的微信提示音响起了，是江芷倩发来的消息。抱歉，今晚广播站有事情，不能回去做饭了，晚上你自己解决吧。看到消息后，我不知为何心中涌现了一丝丝的失落，本来还有些期待晚上能吃到什么美食呢。只是简单回复后，我便收起了手机。两人并不是很熟，我并不打算追问具体情况。那么今天该去宠幸江大的哪个食堂呢？骑上小电驴，头盔一戴，音乐一放，在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挡我的好心情了。临近10月，江城的天黑得很快，这才刚刚过6点，落日余晖也在黑夜的蔓延下消失。此时的我刚吃饱饭，从食堂走了出来，于是便被2个生姜粉拦住了。学长，你秦凡学长吗？啊，你们好，学长，帮我们投江芷倩学姐吧，投完票还会附赠江学姐加油小公仔哦。说着，小学弟取出了一个生姜玩偶，捏了一下，略带机械的女声从玩偶中发出：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哦。我瞬间瞳孔猛然放大，这玩偶发出的声音虽然有些机械，但是仔细听还是能听出是江芷倩的嗓音的，不过就是声音有些羞耻。学弟，你们用江芷倩的声音，她知道吗？当然了，我们可是得到广播站正版授权的，江学姐亲自录音的。学弟满脸自豪道：学长要不要加入我们生姜粉的行列啊？只要小手投1票就行。生姜玩偶限量100份，先到先得。5分钟后，我莫名其妙的变成了生姜粉，左手拿着能够发出江芷倩励志语音的生姜玩偶，另一只手拿着生姜粉的纸板粉丝立牌。说实话，我是有点懵逼的。从听完学弟介绍，然后被拖到活动现场后，站在江芷倩的人物立牌前摆了一个点赞的动作，然后咔咔几张照片拍完，我变成了一名光荣的生姜粉。秦凡学长认证指定校花，发表白墙宣传吧。听着几个学弟的交谈，我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总感觉明天学校的表白墙可能会炸。紧接着我从食堂广场走在路上，将自己的小电驴停在路边，没有着急走，于是拿出手中的玩偶轻轻捏了一下。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哦！机械的女声打破了停车棚的宁静，我抬起头来，正好撞到了活生生的生姜，准确来说是江芷倩。此时从广播站出来的江芷倩也是懵逼的，特别是在我手中看到了羞耻录音的生姜玩偶，两人的目光不经意间交织在一起，但是两人脸上的表情以及心境却天差地别。哎，好巧啊！我望着眼前的江芷倩温和一笑，左手又不由捏了一下生姜玩偶。学习累了就休息一下吧，要劳逸结合哦。可江芷倩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清冷的脸蛋完全僵住了，不易察觉的红晕染上了脸蛋。你手上的玩偶哪里来的？你说这个吗？30堂广场的活动发的，限量100个。说着我又捏了一下玩偶，不要啊！江芷倩终究还是慢了一步，机械的女神环绕在整个停车场中，失败证明你努力过了，不是吗？别灰心，我会一直给加油的。江芷倩脸上已经黑成了一条线，冲到我面前直接没收了生姜玩偶，低着头羞耻到不敢看我的脸。于是江芷倩脸色微红，小声说道：这种东西还是扔掉吧。我看出了江芷倩的尴尬，笑着说道：我觉得很可爱啊，听完你的声音感觉身体都充满力量了。不要说了。江芷倩觉得我在取笑她，于是理直气壮地把玩偶放在包里，紧接着说道：没收了。眼睁睁地看着玩偶被江芷倩拿走，我忽然有些舍不得了，毕竟这可是自己用脸换来的呀。江芷倩红扑扑的脸蛋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表情，飞速地转移了话题：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吃饭了，然后碰巧被抓起给你投票去了。我摆了摆手，颇为无奈道，更是一副受害者表情。听见我去帮他投票，江芷倩心中还是生出不好意思的感觉。本来像这种什么校花评选大赛，她根本不在意的，这些无聊的活动你也会参加，投我有什么好处吗？我不明所以的指了指江芷倩的包包，好处就是会说话的生姜玩偶啊，滚啊！江芷倩又露出了娇羞的表情，早知道就不问了，不就是几句录音吗？有什么好的呀？你要是喜欢，大不了我多和你说说话就行了嘛。不过江芷倩还是没能把话说出来，便注意到我一旁的小电驴，你现在准备回家了吗？对啊，准备回家。你呢？我理了理刘海，然后将安全帽戴在头上，却注意到江芷倩正有些呆滞的看着我发愣。江芷倩看着我愣愣的说道：我忙完了，正准备扫共享单车回去呢。我微微一笑，这么晚了，小区门路有一段路没有灯，上车吧，反正我这车刚好可以坐2个人。江芷倩发愣之际，温柔的嗓音瞬间让她心中升起了一丝暖意，将目光转向我。此时的我正在打开小电驴的后备箱，一个全新的头盔被我从箱子里拿了出来递给她，就连安全帽都准备好了。江芷倩有些发愣，发什么呆？上车呀！我可不想大晚上出来接你回家。我的话语如同一颗沉重的石头一般，在江芷倩的心湖溅起了白花花的水花。才不会呢！江芷倩嘴上反驳着，但手却没有停下来，已经将头盔固定在了头上。我微微一笑，双手握着小电驴的手把，目光直视前方。忽然背后传来了一阵温热柔软的触感，我如同触电般的将身体坐正了。随着江芷倩安稳地坐在小电驴上，我们两人身体接触的面积越来越大，从未有过的酥麻感顺着与我接触的背部传遍了江芷倩的全身，就连她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坐稳了，我开车了。江芷倩的声音比以往每一次都要娇弱，如同蚂蚁在身上爬，搞得我心里直痒痒。或许是因为江芷倩的影响，以至于我没有控制好速度，小电驴忽然的加速直接把江芷倩吓了一跳，因为惯性使得江芷倩与我贴得更紧了，两手也下意识抱在了我的腰间，我的身体顿时猛颤一下，背部的柔软触感先不说，光是江芷倩放在腰间的手
就差点让我到心破防。对不起。江芷倩觉得这段时间很煎熬，关于周围是什么环境景象也都忘记了，只是低着头靠在我的背上，希望能快点到家吧。不一会我开口说道：“到家了。”听到我的话，江芷倩如同获救一般小声应答着。当我将头盔摘下挂在车上时，却看见还戴着头盔的少女朝电梯小跑了过去，于是赶忙喊道：“江芷倩，你头盔还没摘呢。”江芷倩的脑海热乎乎的，她感觉自己都有些变傻了，于是又小跑到我面前。江芷倩慌乱地将头盔摘下。此时坐在电梯中的我们分别在2个角落里，特别是江芷倩，脑海中不是回想着今天的同居小故事，就是刚刚坐在这车与我的近距离接触。江芷倩感觉再这么想下去，自己脑子都快烧掉了，于是面壁挑起了话题：“今天的广播站小故事你觉得怎么样？”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忽然提这个，不过既然问了，那就回答一下。你是问你的播音吗？如果满分10分的话，我可以给你打100分。不是，我就是说你怎么看待那个同居的故事？江芷倩还是有些为难的说道：“我觉得很科幻。”我将目光转向面壁思过的江芷倩，这个角度看不出她脸上的表情，也不知道她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此时电梯在家门口停下，江芷倩率先出门。回到家后，我赶忙从冰箱取出2瓶快乐水，其中1瓶递给了坐在沙发上的江芷倩，大概也猜出江芷倩想要表达什么了，于是问道：“你难道是害怕我对你日久生情吗？”我的话让江芷倩身体颤抖了一下，刚刚喝下的快乐水没把她呛死，我不是这个意思。江芷倩只是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才说起同居的那个故事，没想到我完全误会了她的意思。我懂，你不用不好意思。日久生情这种事情虽然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呢，那也得有一个契机，不是吗？我很自然地说道：“你看我们2小时后虽然玩得很好，不懂事写下了婚约，不过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你也不认识我了，而且我已经表明观点了，我不想谈恋爱，而你也不想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这不就是完美闭锁吗？我们没有任何契机，所以你完全不用因为这个故事而苦恼。”哦，是这样啊。江芷倩在听完我的分析后，心中莫名的出现了一丝丝难受。难道是我太丑了吗？你对我真的就没有一点点感觉？江芷倩没敢说出口，她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样貌，但是我却完全不会因为外貌而对她加以怪异的目光，这让她感觉有点小小的自尊心受挫。可我还是将她从阴影中拯救出来的人，不由又让她生出好感，心中的感受越来越别扭。是啊，我才不会烦恼呢。江芷倩的眼神忽然有些幽怨，语气也颇为轻了，转身便走去她房间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发呆在原地。我本以为她会认可我来着，可看样子她怎么还生气了呀？有时候女孩子的心思是真的难猜。自从江芷倩回房间后，我在客厅里打了快2个小时的游戏，连只狼都通关了都没有见她出现。本来还想诱捕她过来看我真正的实力来着，手机短信的震动倒是吸引了我的注意，一看是岳老板发来的，我便笑了。管江芷倩做什么，懂自己的还得是岳老板。此时看到岳老板发来的信息，角色配音已经录完了，而且我刚刚还试着剪辑了一下，你要看看不？这一点倒是挺出乎我的意料。岳老板不是只会配音吗？于是拿着手机回复道：“我不是说了岳老板录完音歇着就好了，其他剪辑相关的交给我就行了。”坐在房间的电脑前看着我发来的消息，江芷倩脸上勾起了一丝淡淡的笑意。我坐在沙发上回复道：“岳老板专门替我剪的视频，我怎么会嫌弃呢？开玩笑，事先说明我没有钱给你发工资的。切，谁在乎你小钱钱？”江芷倩确实不在乎钱，她之所以与我合作，全部都是因为兴趣，就连账号与我联合投稿得到的收益，她都不知道怎么体现。我看着聊天信息，贱兮兮的回复道：“那你在乎我什么？不会是馋我身子吧？滚啊！谁在乎你身子啊？”看到我发过来的消息，江芷倩的脸蛋瞬间染上了些许红晕，好不容易将脑子的奇怪想法抛弃，这时她又想起了我那结实的后背。明明现实里是一个很绅士的人，怎么在网上却是这样的？可是聊天便在这里戛然而止了。已经10分钟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发消息过来，这让江芷倩很心烦。明明是我挑起她的兴趣，现在又不说了，你怎么能这样啊？我倒要看看你在做什么。气不打一处的江芷倩关上手机出门了。客厅里并没有我的身影，不过我的卧室房门虚掩着的，并且还亮着灯。江芷倩蹑手蹑脚地朝我房间的门口靠了过去，勾下身子，以半跪的姿势顺着门缝朝里面望了过去。模糊间能看见一个大吉他，但是我并不在里面，这让她松了一口气，更加大胆了起来。要不进去看看？江芷倩矜持一点，你可是女生啊，母亲的教育都忘记了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呀？江芷倩的脑海中浮现了天使与恶魔2道身影，一直在她脑海中做着斗争，但最后还是天使战胜了恶魔。哼，放你一马！正当江芷倩准备转身回房的时候，我极具磁性的慵懒嗓音在她身后响起了：“你在做什么呀？”江芷倩的小脸蛋瞬间白了下来，此时此刻她都快哭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么解释啊？面对臀部微翘半跪在我房间门口的江芷倩，此时的我是懵逼状态，这个姿势未免有些，我不敢多看，再看下去可是到心破碎的节奏啊！刚刚有老鼠跑你房间去了？对，我抓老鼠呢。江芷倩的大脑飞速运转，转过身蹲在地上，对我很认真的说道：“啊，大黑耗子吗？”我脑袋一歪，呆滞的看着江芷倩。对，不过还是让她跑了，刚刚差一点就抓到她了。见我好像信了，江芷倩说话的语气都有底气了。地上凉，要不你还是起来说话吧。我顺手披在肩膀上的毛巾，将毛巾摊开平放在潮湿的头发上，随后2只手侧着毛巾的两边在头发上擦了起来。此时的江芷倩看呆了，因为刚刚洗过，我身上穿着短袖和休闲短裤，壮硕的肱二头肌是那样的明显。这一刹那将禁欲系男生诠释的淋漓，江芷倩顿时感觉自己有些小鹿乱撞，心中暗想着：我今天究竟是怎么了？今天秦凡给自己的冲击真的太多了。不过在他注意到我用毛巾敷衍的擦拭头发，便有些强迫症发动。虽然这样擦完以后的头发更加凌乱，让他觉得很心动，但这是完全不对的。秦凡，你这样擦很伤头发的啊！我以前都是这样擦的呀，这样擦过后头发一下子就干了。我不以为然的说道。江芷倩不由皱起了眉头，语气指责道：你现在觉得没事，但是时间久了头发会掉光的。你也不想变成那种地中海大叔吧？地
中海，比起教导主任，我觉得我更适合做美术老师。看着江芷倩这又认真又可爱的表情，我还是慌了。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拿吹风机。江芷倩的行动力很强，赶忙回房间拿出了自己的御用吹风机。吹头发你应该会吹吧？似乎是害怕我不懂吹头发，江芷倩一直热情地跟在我身边。开玩笑，不就把头发吹干就可以了吗？我直接将吹风机热风档位调到最大，对着自己的头发一只手乱抓了起来。紧接着江芷倩表情惊讶说道：“等等，不要啊！吹头发哪有那么多门道啊？我们男生都是吹干就可以了呀。”我关掉吹风机，露出疑惑的表情。江芷倩看着我的表情，气不打一处来，很自然的就从我手中夺过了吹风机，甚至连白皙小手的肌肤与我触碰都没有意识到。吹头发并不是温度最高就好，你让吹风机过分接触头发会损坏发根的。江芷倩说话的语气让我想起了老妈，以至于我根本不敢反驳，只能呆呆的看着她的动作。只见江芷倩打开吹风机，对着手调节好温度，然后修长白皙的手指就朝我的头靠了过去。我本能的后退，紧张道：“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不行，你这样伤害自己的头发，我实在看不下去。江芷倩皱起眉头，清冷的脸蛋也被严肃认真的神情所取代。我拗不过她，最终还是乖乖享受。吹头发的时候，最好是将头发分层，切记要从发根开始吹。江芷倩对我的发质很是满意，就算不涂抹护发精华都非常不错，这让她有些羡慕。我要是像你说的这样吹头发，那每天得花掉好多时间。我自嘲的笑道。不过话说回来，能有一个女生给我吹头发确实很奇妙。你是在调侃女生打理自己很浪费时间吗？我微微一笑说道：“哪敢啊，我的大小姐。”将吹风机放下，江芷倩站在我身前，将我额头前的刘海捣鼓了好久。让她意外的是，我的头型和脸型好像做什么样的发型都可以嘞。心中暗想，这样我是不是每天都可以给秦凡换发型？江芷倩在刚刚萌生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将它掐灭了，这根本不现实啊！我又怎么好意思每天给秦凡吹头发呢？自己和他又不是情侣关系，就算是假情侣，但也不行吧？怎么了？我头发有什么问题吗？江芷倩毫无防备地站在我面前，捣鼓我额头上的刘海，手指划过肌肤的瞬间让我有些痒痒。我就是在想给你吹个什么发型，没必要吧？做个发型那多花钱啊！我的言外之意是江芷倩到这里就可以了，要是再帮我吹发型多浪费她时间，我又不收你钱。闭上眼睛，江芷倩饱满的粉唇微微轻声道：“完成，你可以睁眼了。”只听江芷倩兴奋的声音，我拿出手机大概看了看自己的发型，有一说一，确实更帅了。不过要是以这个发型出去，应该会被学妹堵在教室回不了家吧？谢谢江大发型师。我望着江芷倩柔柔一笑，看得出江芷倩也很满意，瞳孔中都在放光。考虑到晚上要睡觉，就没有给你打个蜡定型，如果想保持久一点，还可以烫一下。我那有卷发棒哦。似乎谈到头发，江芷倩就有说不完的话，明显开朗了很多。不过我才不想被这么折腾，连忙道：“下次一定，哈哈。”第二天一早，江芷倩与好闺蜜许月月约好在大学城集合。走在街上，随处都能看到来往的大学生，但是每当江芷倩经过的时候，便会有数十双眼睛朝她望去，纷纷露出爱慕的目光，但却又不太敢靠近，需要联系方式。江大冰山校花江芷倩的名号早就遍布大学城了，因此只要是看过大学城论坛上照片，就没有不认识她的。江芷倩无视了周边的目光，在地铁站门口看见了低头抱着手机的少女，江芷倩清冷的表情瞬间柔和了下来，快步跑到她身后，然后伸出手盖在了许月月的手机上。上课玩手机没收了。张老师，我错了。傻乎乎的少女赶忙将手机护在怀里，不过她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没在上课呀。但是这个声音确实是张老师的声音啊，于是赶忙朝声音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江芷倩在望着她笑。芷倩你好坏呀，又模仿老师的声音骗我。许月月握住粉拳，轻轻捶打着江芷倩的肩膀，要是把我捶死了，就没有人和你抓娃娃了。江芷倩也戏精了起来，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芷倩，你搬到哪里了呀？我之前来找你玩，你都不在，就在学校西门的小区。不过你打住，我是住在亲戚家的，可不能让你过来玩啊，会给人家添麻烦的。江芷倩瞬间明白了许月月的想法，以前还住在大别墅的时候，许月月就经常来找她玩，甚至两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是现在她住在秦凡家里，总不可能让许月月过来玩吧？许月月还不放弃，鼓着嘴说道：“说不定你亲戚欢迎我呢。”芷倩，人家想你了，不行就是不行，撒娇也没用。江芷倩一口否决，要是让许月月知道她和男生同居，那还得了？而且同居对象还是她同班同学啊！而且你个大忙人，每天要忙着打击犯罪，又怎么会想我呢？江芷倩转而露出小恶魔的表情，语气刻薄说道：“难道我在你心中还不如一个游戏重要吗？”芷倩，你听我解释，我是被逼的。事实证明，傻月月很吃这一套。江芷倩瞬间转移了她的注意力。好了，我也没怪你，你今天知道喊我出来玩，我就明白我家傻月月心里还是有我的。江芷倩笑着抱住了许月月，少女身上软乎乎的。以前和许月月睡觉的时候，江芷倩最喜欢把她当作抱枕了。此时两人来到了电玩中心，在一个娃娃机面前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1米8的身高站在人群中尤为显眼。江芷倩还是有些意外的，居然在这里碰到了我，而且我旁边快装满玩偶的小推车好像收获还不小。芷倩，那边那个好像是秦凡哎，就是我之前和你说的那个同班同学，我们过去打一个招呼吧。真的要去吗？江芷倩有些犹豫，她怕过去后秦凡会暴露同居的事情，要是这样问题就大了。许月月没给她思考的机会，因为傻月月已经朝我跑了过去。此刻的我站在娃娃机面前，看着快堆满的小车，微微一笑。正当我准备离开时，许月月的嗓音直接打断了我的动作。师傅，师傅！许月月在见到我显然是很高兴，她跑起来，胸前的球都兴奋到无节奏的此起彼伏，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师傅，你看你都抓了这么多，送我几个应该也没有关系吧？许月月跑到我面前的时候已经有些小喘，太过雄伟也会给她带来很多负担，但是不能影响她对眼前的这一车玩偶打坏主意，想要自己去抓。
吧，别天天想着白嫖。我没好气地说着，目光不经意间与迎面走来的江芷倩交织在一起。我刚刚想和她打招呼，她却皱起了眉摇头，小手也同时比划着，这是让我不要和她说话。不过也对，在外人面前，确实要保证不会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理解了江芷倩的意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月月，你跑那么快做什么？江芷倩快步走到许月月身旁，拽着她的衣摆抱怨着，好像生怕她又会跑掉一样。许月月根本不客气，已经在小推车里选好了2个玩偶，然后拉着江芷倩的手给我介绍道：“师傅，她是江芷倩，是我最好的朋友，可以和她睡觉的那种。”话音刚落，江芷倩便用手捂着了她的嘴，面部都变得扭曲了起来。笨蛋，不是什么话都可以和外人说的呀！可以睡觉的朋友，那确实很好啊。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但是看到江芷倩恶狠狠地盯着我的时候，我控制住了面部表情。傻月月挣脱江芷倩的白皙小手，反驳道：“师傅是好人，不是外人。”师傅？什么师傅？从刚刚开始，许月月便一直称呼我为师傅，搞得江芷倩一脸懵逼，目光有些呆滞地看向我。精神导师，我游戏生涯上的领路人。许月月无比自豪，说话的语气都自信了起来。在听到精神导师这几个字后，我也觉得自己的逼格就高了起来。好徒儿，回头再给你推一个好游戏，懂我者。师傅也。江芷倩就这么看着我们交谈，陷入了沉思。秦凡是傻月月的师傅，而我又是秦凡的未婚妻，那么是不是月月她要叫我师母啊？哎呀，不对啊，我现在该关注的不应该是秦凡把傻月月带坏了吗？原本他是根本不会打游戏的。好啊，原来一切都罪魁祸首就是秦凡你啊！我感觉空气中的温度忽然有些冷，就仿佛我被什么猛兽盯上一般。不知为何，我发现江芷倩的眼神中透露着深深的幽怨，那冰冷的眼神恨不得杀自己。平时在学校劳烦你照顾我家月月了，甚至她连游戏都会打了呀！江芷倩语气很冷，明摆着指责我教她打游戏的事情。当然我也听了出来，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从自己抓的玩偶中挑出2个问罪。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都是我应该的。初次见面，一点小礼还请江芷倩同学能够收下，也算我的一点心意。我要是不收呢？江芷倩冷侵略性的目光一直都没有从我身上移开。说起来，看到这张帅气的脸蛋露出慌乱的神情，江芷倩心里还有些乐。你要是不收，我这回家睡觉都感觉不安稳了。我脸上也挂起了一丝笑意。许月月不太明白我们2个想表达的意思，但是就是觉得江芷倩和我说的话好高端，有种在看2个大人说话的感觉。芷倩你就收下吧，你不要的话那就给我吧。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还有，这是你师傅送我的，我为什么不要？江芷倩先是呵斥了许月月一声，然后快速地抢过我手中的2个玩偶，生怕我反悔。师傅，我们这还有20个币，你能不能帮我们再抓几个呀？小孩子不能太贪心。经过与江芷倩刚刚到那一番对话，我自知自己理亏，但还是将一切都根源转向了许月月自身，就是不知道晚上回去江芷倩还会不会给我做菜吃了。是啊，贪心的小孩最终会一无所有。江芷倩也点了点头，认同了我的想法。我之所以教你玩游戏，是为了放松你上课时紧绷的神经。谁让你拿游戏当饭吃的？你师傅说的没错，要是连这点自制力都没有，以后毕业了怎么办啊？江芷倩同学消消气，小孩子不懂事吗？回头在学校我一定监督他好好学习。那就仰仗秦凡你多费心了。许月月的脸上瞬间挂起了痛苦面具，怎么说着说着话题转到他身上了，就仿佛父母吵架吵完了，最后拿他撒气一样。你们2个是我父母吗？我以后节制还不行吗？还有，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许月月觉得我们2个在说相声，明明在学校都没怎么见过，这刚见面说话却这么默契。江芷倩叹了一口气，再看我的眼神也柔和了不少。不过嘴上说着不贪心，但是江芷倩内心还是很渴望我能帮她多抓点娃娃的。明明是你先将傻月月带坏的，那帮我抓娃娃天经地义好不好？江芷倩觉得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合理，于是笑道：“不过还剩下这么多币不花完的话，有些浪费。”我赶忙接话，知道江芷倩这是在给我台阶下。是啊，小孩子从小就要养成不浪费的好习惯，我们做大人的当然要以身作则呀。于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和江芷倩2人各推着一个小推车，如同带娃出来玩的父母一样，全程跟在许月月身后跑。而且一路上我也是很给力，平均每头4个币就能抓到1个娃娃，这都不由把守在娃娃机附近的工作人员给看傻了。明明都逛了一圈，可许月月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有用不完的力气。相反，我和江芷倩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我们达成一致，在不远处的长凳上坐下休息。我说：“你一个男孩子也会来这种地方抓娃娃呀？”江芷倩率先展开了话题。此时许月月已经开始在跳舞机上跳了，也没有心思管他和秦凡。怎么，男生就不能来抓娃娃吗？你这是偏见啊！而且你也知道我是个 UP 主，我每个月都要来这进货给粉丝们抽礼物的。江芷倩不由看向了身前2个装满娃娃的小推车，觉得我用进货这个词形容的倒是很形象。但是你账号的抽奖我每次都没落下，但就是从来都没有中过哎，不会有黑幕吧？江芷倩盯着我脑袋灵动的意外显得很是可爱，我心中有点受宠若惊了，连她都关注了自己。那要不你把 ID 发我，下次转发抽奖我黑幕一下。看着我有在很认真的考虑，江芷倩扑哧一下就笑出了声，心中暗想：你以为我真的在意这些抽奖吗？而且要是我把 ID 发你，不就暴露身份了吗？我开玩笑的，你都已经送了我2个了，而且还帮我们抓了这么多，我和月月1个月都抓不了这么多。你笑起来真好看。我忽如其来的发言瞬间让眼前的少女沉默了，原本脸上勾起的迷人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化为了惊讶与慌乱。江芷倩原本就有些小鹿乱撞，这下再次听到我的夸奖声，耳朵也微乎其微的染上了些许的粉嫩。江芷倩尽力掩饰着心中的慌乱，语气很无所谓，就仿佛没有听见我刚刚的话一样，指着许月月的方向问道：“跳舞机会玩吗？要不我们去玩一把，应该还行吧？”我忽然觉得不累了，跳舞机不能说不会玩，只能说玩的还行，至少在我看来玩的还行。像什么竞速 PK 我之前也是有试过的。此时的许月月跳得正欢，直到一旁响起了情侣模式，顿时许月月的目光看向一旁的跳舞机，随后瞳孔猛然的睁大，师傅和芷倩居然在跳舞，而且跳的还是自己和芷倩最喜欢跳的曲子。许月月都快哭出来了，有种自己被抛弃的感觉。与此同时，我
和江芷倩都没有放得很开，跳起舞来依旧很拘谨，以至于屏幕上的评分甚至很低，好几个本来可以卡上的拍子都没有卡住。为此，在一旁看着的许月月都有些不满了。芷倩，你怎么回事啊？放开一点跳啊！江芷倩心中猛然一颤，你什么时候开始看的？我也想放开跳啊，但是旁边是秦凡哎，羞死人了！正当江芷倩犹豫不决的时候，许月月的话给了她一个超大的暴击。你要是不会跳的话，我来跳。瞬间，江芷倩心中的好胜心瞬间就燃了起来。于是跳舞机上的江芷倩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微微泛红的脸蛋上露出自信的笑容，跟着音乐的节奏进入了状态。最终，江芷倩轻靠在我的胸膛上，而我也伸出手绕过她的肩膀，顺势牵着她的小臂完成了最后的收尾动作。跳得不错，刚刚舞跳得有些热，以至于我的脸上挂着些许汗珠。你也很厉害。江芷倩也有些不好意思，微红的脸蛋到现在后还没有恢复正常，一回想刚刚靠在我的炽热胸膛上，便有些心跳加速。不错哦，若不是许月月说话，我们两人都不会发现她正举着手机，居然将我们跳舞的过程给录了下来。许月月，把视频给我删了，不给留着做个纪念多好啊！许月月甜甜的笑着，但是江芷倩更加面红耳赤了。既然逛街结束，那我们应该也要分别了。这些玩偶怎么办？我停住自己的脚步，提着2大袋玩偶问出了自己的疑惑。江芷倩此时看了我一眼，随后不约而同地看向了许月月。是啊，该怎么办？总不可能让许月月看见我和秦凡一起回家吧？而且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也带不回去啊！许月月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忽然看向自己，搞得好像要把她赶走一样。于是她赶忙在玩偶袋子里挑了2个出来，我就要这2个好了，其他的都送给芷倩吧。你分明是懒得把这些玩偶踢回去吧？江芷倩立刻拆穿了许月月的小心思，明明当初是你要抓的呀！许月月哭丧着脸说道：“我等下要去老爸的公司吃饭，就我这2个就已经够沉了，要是走在半路被累死怎么办？对了，芷倩要跟我一起去吗？转4号线2站就到了，看来今天又要吃外卖了呢。”我已经脑补出江芷倩接受许月月邀请的画面，心里忽然就有种莫名的空虚感。我就不去了，今天属实把我玩累了。江芷倩暗想，今天还要回去给秦凡做饭呢，留着他可怜巴巴的一个人点外卖，还是有些心里过意不去啊。一直看着许月月消失在4号线的电梯口，少了一个话痨在耳边叽叽喳喳，我和江芷倩忽然有些不习惯了。玩偶重不重？不行，给我来提，我们也回去吧，我自己来就好。其实你刚刚可以和他去吃饭的，我点外卖就好了。我们2人站在3号线的站台上，有意无意的聊着，目光虽然都没有看向一旁的对方，但都注视着前方玻璃上的倒影。你可别自恋，我只是玩累了不想走而已。确实挺累的，带许月月出来玩就像带孩子一样。江芷倩脑补着，还别说，今天真像爸爸妈妈带孩子出来玩。于是江芷倩的耳尖有些发热，目光悄咪咪的瞥了一眼孩子他爸。明明从一开始就说好了，只有在父母面前才是假情侣，生活中只是普通朋友，自己怎么能自乱阵脚呢？江芷倩，你真该死啊！人家秦凡人又温柔又如此洁身自好，你居然想要用自己的想法来玷污他。随着机械的女声响起，地铁列车也在隧道中露出了头。我并没有察觉到江芷倩的心里的变化，看着进站的地铁车厢喊道：“地铁来了！”赶忙将2袋玩偶分别提在左右手，凭着高大挺拔的身体往车厢里走。于是对着后面江芷倩说道：“人有些多，你跟在我后面。”江芷倩赶忙回过神来，下意识地躲在我结实的背后。你站在里面吧。尽管已经很紧了，但是我却用双臂撑着墙，贴心地用自己的身体给江芷倩腾出了一个狭小的空间。江芷倩小声点头答应，从我用手撑起的小门下钻了进去。几丝银发轻抚过我的手臂，让我有些心痒痒，以至于场面变成了我用手撑着2边的墙壁，用身体把江芷倩护在怀里，就如同壁咚一样。被我护住的江芷倩不太敢抬起头，经过她精密的计算，我们相差的距离不过5厘米。她现在都紧张到有些不敢呼吸了，就连吸进去的空气都会包含我身上的味道。我有些忍不住地看了一眼怀中的娇弱少女，此时的她似乎很是紧张，2只小手提着购物袋，同时紧紧握在一起。忽然江芷倩伸出修长的手指，撩了一下眉间的头发。我迅速地收回目光，要是被她发现自己这么肆无忌惮地看着她，绝对免不了一顿痛骂。而在这个间隙，江芷倩也有些害羞地微微抬起了头，目光刚好注意到我线条分明的脖子。此时江芷倩的感觉身体猛然一颤，感觉身体出现了反应，居然感觉我的脖子和喉结好涩，心中萌生了想要伸手去触摸的想法，就连呼吸都有些急促了起来。江芷倩感觉自己要坏掉了，脑袋也变得奇怪了，赶忙收回视线。不知过了多久，车厢内的广播声终于让我们2人松了一口气。大学城到了，先下后上。我率先转身，目光若无其事地从江芷倩脸上扫过，极力掩饰着刚刚的尴尬。江芷倩也当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静静跟在我身后一起出了地铁站。今天的天空还挺美的呢，好想画一幅画呀！我的内心早就没有先前那般燥热，注视着前方的天空，发出由衷的感慨。要是现在画的话，恐怕要赶不上待会的饭了。江芷倩顺着我的话说了下去，语气平静，声音还是那样动听。那今天晚上吃什么呀？今早上不是说了你想吃什么就和我说吗？怎么现在又问我呀？江芷倩有些不满，但又不太好意思问我想吃什么，于是说道：“那就糖醋排骨吧。”说完，江芷倩加快了自己的脚步。你开玩笑的吧？能不能换一个菜？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忽然加速，于是赶忙追了上去。我们2人就这么以小跑的速度追到了公寓楼下。好在江芷倩按下电梯后并没有直接走，而是特意站在门口看着我。太慢了，明明是你跑太快了好不好？我赶忙反驳道。刚刚在街上那么多人，稍微跑快一点就会撞到了，而且我还提着2大袋的累赘，速度哪有江芷倩快？我进入电梯后，江芷倩按下了关门按钮，脸上露出恶魔般的笑容。狡辩，这就是你跑不动的理由吗？看着江芷倩的表情，我总感觉她嘴里随时都会蹦出你可真是可爱啊！开玩笑，要不明天早上我们跑一次比一下，你起得来吗？江芷倩脸上依旧展露着笑容，不要把人看
看扁了。见我似乎认真了，江芷倩连忙道：“好啊，不过待会要和我去买菜，我才答应你。当然，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使唤，家里好像没米了，待会就劳烦你扛一袋回来了。”电梯门打开，江芷倩笑着率先走了出去。我站在原地愣了2秒，心涌起了些许莫名的感触。明明刚开始还挺反感有人过来和自己同居的，现在自己的小窝能够被江芷倩认可，心中莫名的高兴起来。此时傍晚的菜市场，各个摊位上的小灯点亮，就有一种夜市的感觉。面对着四面八方传来的吆喝声，江芷倩还是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这就是菜市场吗？感觉好有烟火气息啊！你以前买菜都不是去菜市场的吗？江芷倩脸上露出了些许淡淡的忧伤，望着我点头道：“之前一个人住的时候都是去附近的大型超市买菜。你之前一个人住，没有和江雪阿姨一起吗？”母亲她忙着工作，几个月都见不到面。我当然知道她住的是别墅，一个人住大别墅还没有人聊天，看得出她以前的生活似乎很落寞孤独呢。或许是想让江芷倩脸上绽放出笑容，我下意识就牵起了她的手，然后拉着她朝菜市场里面走了。江芷倩有些懵，被我牵住的小手有些发热，她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便被拉着走了。那你今天就来对地方了，你一定没体验过砍价的快感吧？待会就带你试试。砍价就是对半砍的吗？不过不是什么都可以对半砍。我把江芷倩拉到了一个肉铺前，便主动松开了手。江芷倩将刚刚被我牵住的手握在了怀里，她小心地盯着我脸上的表情，发现我并不是故意的，便当这事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小手似乎还残留着我的余温。于是我对着旁边江芷倩说道：“你不是说要做糖醋排骨吗？那就买点排骨吧，蒜蓉蒸排骨吧。你不是不吃糖醋吗？好，看我操作。”我给了江芷倩一个自信的眼神，便主动走到了小摊前，开始挑选排骨。姐姐，这猪肋骨怎么卖呀？看着我挑选的这条肋骨，摊主知道是碰到懂行的人了，把最好的位置挑走了。于是摊主微笑说道：“早上的时候32一斤，现在都晚上了，你要的话我给你29吧。这排骨品质这么好，做蒜香排骨一定很香吧？姐姐，28好不好？我们就要这条了。”小嘴和抹了蜜似的，而且还是小帅哥。最后摊主还是同意了。你的小女朋友可有口福了？摊主笑着把这节排骨切下过程，笑道：“一共35元。”反倒是被误会为女朋友的江芷倩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两个小年轻走在一起，很难不让人往那方面想。这已经是第2次被别误会了吧？谢谢姐姐，下次我们还来哦。我在付完钱后，江芷倩赶快接过摊主手中的袋子。小姑娘生得好生漂亮哦。摊主姐姐还忍不住夸奖了江芷倩一句，为此她低着头赶忙跑到了我身侧，与我并肩离开小摊后，江芷倩都有些没有缓过劲来了。怎么样，和在超市买菜不一样吧？感觉好像很好玩。还要买什么？待会你自己试试吧，但是不要一上来开太大的口，稍微小刀一下，嘴甜一点还是能够省下那几块钱的。江芷倩默默地将我说的几条嘱咐记在了心底，脑海中也不由浮现出了母亲的嘱咐。要想成为一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不仅要拿住男人的味蕾，就连菜市场砍价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女生天生就有着砍价的天赋，又或许是她的长相给她加了很多分，以至于江芷倩的买菜之旅一路畅通无阻，而我就充当行走的挂件帮忙提菜。同时她也在摊主们一声声好看的姑娘中迷失了自我，甚至还有摊主连着把负责提菜的我也夸一遍。我们两个脸皮薄的人，脸蛋齐刷刷的染成了羞红，以至于这一路逛下来买的菜都够我们吃好几天了。江芷倩看着我肩膀上的那一袋米，以及自己手上提着的菜，笑道：“今天买的菜有些多了呀，还不是你被摊主姐姐的一声声夸奖中迷失了自我，还说呢，也不知道是谁开口说多买一点没关系。我那是客气话。”我们两人在挖苦对方的时候又笑了起来。回到家后，我百无聊赖地趴在餐桌前，目光直直注视着眼前的2道菜，宛如失去梦想的咸鱼。虽然排骨没有蒸好，但是我已经能闻到香味了，肚子不争气地叫了好久。还要等多久啊？我真的快饿死了。江芷倩在厨房的声音传了出来：“你要饿的话先吃吧，排骨还要5分钟。”今天的这一顿饭再次刷新了我的认知，太好吃了，是妈妈的味道，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又往嘴里送了一块排骨。看着我只夹排骨，江芷倩没好气道：“这不能成为你挑食的理由吧？蔬菜也是要吃的。”江芷倩已经吃饱了，但是她并没离开，而是坐在桌前看着我将剩下的食物消灭干净。真的有这么好吃吗？虽然看出我吃得很开心，但是江芷倩还是忍不住地问出了声，毕竟没有哪个女孩会讨厌被人夸奖。满分100分，我可以给你打120分。吃饱饭的我们坐在餐桌前休息了一下后，便去收拾饭后残局了。洗碗的工作依旧交给了我，将一切收拾干净后，我们疲惫地坐在沙发上休息。特别是强大的饱腹感让我觉得十分惬意。要是每天的生活都如今天这般有趣，那倒也不是不行。于是我拿出来手机看了一下新视频的数据，点开自己的视频后，播放量竟然在短短1天时间内达到了30万，点赞量也都到了2万的水平，这已经刷新我自己播放量最快的涨幅。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打开 QQ， 跟岳老板分享自己的喜悦。岳老板，我们的视频上热门了，你知道吗？江芷倩的手机响起了 QQ 的提示声，打开手机一看是我发来的，她赶忙开启了静音。明明彼此就坐在旁边，但偏偏在 QQ 上聊天，并且还不能被我发现。江芷倩忽然感觉有些莫名刺激，是怎么回事？紧接着回复道：“恭喜哦，这部的开香槟加快速度做下一个视频，此处省略800个字。”当我知道岳老板也是江大的学生，居然还是自己学姐的时候，我此时是懵逼的状态，短短几分钟里内心经历了10几种情绪变化，于是赶忙回复道：“学姐，面基不？学弟请你喝奶茶哦，我特别怀念你的配音，希望和学姐见面学习一下技巧。”江芷倩怎么会傻乎乎的和秦凡见面？那不就暴露身份了吗？于是大笑回复道：“可惜学姐我要实习啊，现在不在学校呢。要想学配音，我倒是可以给你推一个学妹。”
我不要小学妹，我只要学姐你。江芷倩看着手机，内心忽然有些小鹿乱撞。我只要学姐你啊，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没见过世面的江芷倩哪里见过这场面？这下暴击直接爆到她心坎上了。趁着我的目光还在手机上，早就面红耳赤，快速的跑回房间并锁上了门，躺在床上并将炽热的脸蛋埋在了枕头上，目光则是看着被丢到床头的手机，迟迟不敢回消息，脑袋一片空白，心中暗想，他这是在表白吗？看着岳老板已经3分钟没有回消息，我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发的信息，学姐可能误会了，于是赶忙补充，我的意思是只想要学姐教我，因为我只认可学姐你的实力。看着手机上我再次发来的消息，江芷倩脸上惶恐的表情终于恢复了不少，自言自语着，我就说嘛，吓死人了呢。虽然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与他想的不一样，心中有那么一丝丝的失落，是怎么回事？赶忙回复道，为什么非让我教啊？我有那么特别吗？当然了，学姐声音又好听，性格又好，可是我的大贵人，在我这一番彩虹屁拍下来，都夸到江芷倩心坎里了，惹得她在床上扭来扭去。就算你这样夸我，我也不可能指导你配音的，毕竟我还要实习呢。不过我可以把播音系的江芷倩介绍给你，好像还是什么公认校花，我徒弟哦。看到信息的我心中暗暗一惊，何止是认识，刚刚还在和她吃饭呢，我才不敢这么发。要是让学姐知道我和江芷倩每天都在一起，都不知道学姐会怎么看我。播音系的冰山当然认识，学姐你真的说得动让她教我配音吗？师傅发话她敢不从吗？不过她对带徒弟的要求很高的，长得丑的话那我也没办法，所以先发张你的照片过来看看。江芷倩本来就是随便说说想逗一下我，可没想到我居然真的发照片了。哟，这不大二美术系秦凡，人称断情小王子吗？学姐还认识我呀？称号都是别人乱起的，只是暂时还没遇到对的人，所以不想谈恋爱。此时我有些受宠若惊，想不到学姐还认识我，但是被岳老板说出这个奇怪称号，不由让我心中涌出了些许小弟弟的害羞感。学姐也发张照片来看看，说不定我还认识你呢。哎呀，天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回头我帮你联系江芷倩哈。看到这里我有种网恋被骗的既视感。随后江芷倩随意敷衍了一句，不去理我的消息，假装下线。第二天一早，我和江芷倩约定了第二天晨跑啊，感觉跑完以后神清气爽啊，我不由将手伸展开来做了几下扩胸运动。江芷倩嘴角微微上扬，或许是被我的情绪影响了，心情也是格外开心。江芷倩觉得现在的时机挺合适的，于是清了清嗓子。我似乎也料到了江芷倩想要说话，目光下意识看向了她。对了，昨天我一个师姐告诉我，你想学配音是不是啊？你已经知道了。我忽然有些紧张，下意识用手挠了挠头发。我就是随便说说，我早期的视频你也看了，根本不适合配音呢，不要否认自己好吗？江芷倩的态度忽然强硬了起来，眼睛中好似泛着高光，被少女这般认真的直视着。我的心里很难不会产生异样的想法，目光有些闪躲的转向了平静的酱面。让你晚上做菜就已经很耽误你时间了，要是这个再麻烦你，属实有些过意不去。江芷倩的小心肝跳得很快，能不能不要忽然这么温柔啊？我要是得了心脏病就怪你，做菜本身就是顺便的事情，而且这有什么过意不去？我乐意。话音刚落，我不由审视起了眼前的女孩，人生3大错觉率先被我否定了。之前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是反抗婚约战线上的战友，势必是不会背刺对方的。那要么就是他图我什么东西，要么就是他脑袋瓦特了。不过像江芷倩这种富婆应该什么都不缺，应该不会图我什么东西吧？越来越看不懂女生的想法了，不要瞎猜。师姐对我有恩，我照顾一下你也是应该的。江芷倩不由将手抱在胸前，名正言顺说道。我顿时有些感动，学姐为我真的做的太多了，就算是为了学姐，我也要好好学习配音技巧，和江芷倩打好关系。不知我们的课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我现在肚子饿了，江导师想吃什么？待会我买单，叫我名字就好了。什么导师怪怪的。好的，江导师。此时我们来到了一家早餐店，望着店内店外满满的人，江芷倩不由期待了起来。杨叔的店在这里开了快20年了，因为便宜实惠，来这吃粉的大多都是本地人。我一边说着，手指不由指向着店中正在煮粉的和蔼大叔。哟，是小凡啊！杨叔见到忽然出现的我，脸上露出了些许笑容。好久没看你过来吃粉了，杨叔，你看我不这就来了吗？而且今天我还给你带生意来了呢。我一边笑着，然后让身后的江芷倩露了个脸，这是我同学，今天一起晨跑，顺便带他过来吃一下。江芷倩脸上虽然挂着微笑，但其实心里还是慌得很，生怕别人误会。杨叔叔好。江芷倩这一声属实的叫到杨叔心坎里了，而且小姑娘的长相也很讨人喜欢。杨叔见了很高兴，连忙道：小凡，还不给人家找个位置坐？随后我跑到前台点菜。臭小子，以前怎么没看你带同学来吃粉啊？那姑娘是你大学交的女朋友吧？没有。杨叔别瞎猜啊。尽管我一口否认，但是杨叔还是认可了自己的想法。以前高中的时候，杨叔可是从来没见过我带女孩子来吃过粉，这还是第一次呢。没有什么关系，他才不信。时间过得真的是快呀，记得以前你还上高中，转眼你就上大学了，时间再怎么变，杨叔的米粉店依旧是记忆中的模样。对了，今天店里怎么就杨叔一个人了？吴阿姨呢？买菜去了，待会她回来你可要把你同学好好的介绍给她认识一下呀。我微笑着回道，那恐怕没机会了，我们吃完就走。臭小子，杨叔脸上的笑容依旧没有消失，说完便端着2碗满满当当的粉走到了江芷倩面前。这么多，要是吃不完怎么办啊？江芷倩看着眼前这一大碗粉惊讶道。我给对方递了一双筷子，坏笑道，吃不完的话那就留下来帮忙刷盘子，你小时候就在这里吃了吗？江芷倩有些好奇道，因为看样子我和杨叔关系很好，
我应该还没告诉你吧？我从上高中开始便搬出来一个人住了，就是现在住的小区。那时我每天去上高中都要经过杨叔的米粉店，久而久之就熟悉了。江芷倩正听着入神的时候，我忽然不说话了，大口嗦了一口粉。怎么不说话了？继续讲啊，我的故事很长，你确定要听吗？江芷倩想都没想，重重点头。不知为何，她真的很想了解我的童年。我开玩笑的，是你的粉吧？我只是随口一说，怎料江芷倩居然当真了呀，那认真注视着我的表情，不要太可爱呀，哪有人讲故事讲到一半就不讲了呀？我吃完你就和我说吗？江芷倩鼓着小嘴赌气道。好吧，你还是第一个想听我故事的人呢。我应声无奈的笑了笑，随后江芷倩的嘴巴被米粉塞满了，鼓起2个小包，蠢萌蠢萌的。我吃完了，答应我的故事不要忘了。江芷倩将嘴里食物清理干净后连忙说道，有那么一刻我觉得眼前的女孩好傻，傻得可爱。吃完粉后，我带着江芷倩重新回到了前台，看着杨叔这乐呵呵的表情，我便知道这顿粉要白嫖。于是杨叔看向我严肃说道，姑娘第一次来，这2碗粉我是请姑娘吃的，便宜你小子了，记得对人家姑娘好一点。杨叔以一种过来人的目光看着我，不要等到错过了后悔莫及。我知道杨叔彻底误会我和江芷倩的关系了，眼神中有些无奈。